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7号起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这是梅洛尼上任以来首次访华，也是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选举以来欧洲领导人首次访华，同时也是意大利在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的背景下展开对华接触。外界普遍预计，梅洛尼此访主要目的是改善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为欧洲最新对华政策定下基调。 27号下午，梅洛尼抵达北京，开启正式访问。据外交部介绍，梅洛尼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会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他会谈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和意大利同为文明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高层保持密切互动，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务实成果。 中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发言人毛宁进一步指出，今年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中方愿以此访为契机，同意方巩固传统友好，弘扬丝路精神，增进理解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推动中意、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共同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梅洛尼是中共20届3中全会后首位访华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他将在北京停留2天，然后前往上海与上海市领导及当地商界代表会面。多家外媒认为，梅洛尼此行旨在改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特别是在去年迫于美国压力下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意大利寻求修补两国关系，期望探讨一种新的对华合作方案，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 意大利世界杂志网站报道称，梅洛尼此访或与中方达成5至6个涉工业方面的合作成果，且双方有望签署国家部委间合作协议，以及涉及地理认证、教育、食品安全和环保等领域协议。 Meloni's visit to China is a strategic move to balance Italy's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Meloni's upcoming discussions in Beijing are expected to focus on enhancing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critical sectors like clothing, chemicals, machinery, and pharmaceuticals. One of the key deals on the table includes a potential investment by Chinese car maker Dongfeng Motor in Italy, highlighting the ongoing importance of Sino-Italian economic partnerships. 据路透社消息，与梅洛尼一同来华的多位商界大佬将于28号及29号2天在京参加意中商业论坛，包括意大利轮胎制造商贝耐利、能源集团埃尼、航空航天与国防巨头莱昂纳多公司以及葡萄酒生产商和多家奢侈品时尚集团。观察指，企业和政府高官加起来足足有1专机的人，可见一方准备充足。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第4大贸易伙伴。 中国则是意大利在亚洲的第1大贸易伙伴。2023年双边贸易额为717.58亿美元。中国对意大利的出口商品主要包括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以及农产品等。而意大利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香水、皮鞋及奢侈品等传统优势产业上。 法新社援引米兰理工大学战略学教授朱利亚诺诺奇称，中国对意大利至关重要，因为意大利产品依赖出口，而中国是许多产品类别，特别是奢侈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阿玛尼、普拉达、范思哲、华伦天奴、Max Mara 等都是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意大利奢侈品牌。玛莎拉蒂、法拉利、兰博基尼等意大利豪车在中国也有一众拥趸。 一媒称，梅洛尼认为中国的投资与消费可以刺激意大利疲软的经济增长，而吸引中国大型汽车制造商进军该国市场，并提高国内汽车产量，则是意大利政府的主要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即将举行的意中商业论坛就特别设有一个关于汽车行业的专题讨论会。深圳卫视注意到，本月初，意大利企业和意大利制造部长阿道夫·乌尔索来华为梅洛尼打前站。访问期间，乌尔索会见了多位政界和商界人士，其中就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成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潍柴集团的高管。 事实上，作为传统的汽车制造大国，意大利拥有深厚的汽车工业基础和品牌。然而，近年来，意大利传统汽车业面临多重挑战，销量增长放缓。
沃尔索当时就点出，希望在绿色技术和电动汽车方面与中国加强伙伴协作。过去呢，中意之间的这个贸易，那么以这个消费品啊、制造品呢、单纯的货物贸易这个为主，但是呢，随着这个中意双方的这个贸易量的这个上涨，以及合作的这个日益紧密，同时呢，在这种数字跟绿色转型的这个浪潮下面呢。那么双方都需要增加这种新的这个经济动力。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是双方在这个在优势上面也非常的有互补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推进这种产能合作，那么是大势所趋。尽管中国与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不少欧洲国家都有良好的贸易基础及经济互补，但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竞争等背景下，中欧合作难免受到干扰。欧盟委员会从7月4号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为中欧合作投下阴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董一凡对深圳卫视分析，尽管现在欧盟的经贸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盟委员会来推动，成员国的意见相对有限，但外界仍期望意大利作为欧盟大国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采取更加平衡的方式来看待中欧之间产业关系与格局。 One thing's certain, this trip will set the tone for Europe's China relations. Meloni is not just representing Italy, she's charting a course for the entire continent. 26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面向外国驻华高级外交官举办20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介会，包括100余位驻华大使和临时代办在内的150余位高级外交官出席。 本次宣介会首先进行了半小时左右的内容宣讲，随后进入了约1个半小时的问答环节。在此环节，多国驻华使节踊跃发问，提出了中国如何吸引外资、怎样促进消费、落实改革具体举措等问题。我注意到这样的时间安排，更精准地回应了驻华使节们对于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各类关切。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乐于分享国家治理经验、具有开放胸怀和底气的体现。 与会各方代表认真听取有关专家对20届三中全会精神和重大意义的介绍，表示此次全会擘画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蓝图，是中国深化改革新的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On one hand, this opening up has help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t of the world also get an opportunity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and bring Chinese to their countries. When China open up, have a modernization policy, I think it will benefit every country who can join the workforce, who can jo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o this is a policy that I think every country should work with China to promote trade, tourism, and also investment.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20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议题。多位驻华大使向深圳卫视记者分享了他们眼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国内体现在它进一步的工业化，以及注重实现城乡之间的和谐共同发展，缩短城乡差距，包括对外开放方面进一步的优化有关的政策和便利措施，使得外资企业和外资能够更顺利地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促进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交流等等，都做了一系列的这种规定。 S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n answer to China's questions, China's problems. And over the years, China has shown that it is capable of adopting policies that address the questions